這台有望魔方掃地機器人是在延續穩定成熟平台的基礎上，把拖地執行端、驅動鏈路和清水污水閉環補齊的新一代掃地機器人。因為試用看得到提升，拆解也能找到證據。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一期我們已經把有望魔方掃地機器人跑完實測，清潔力、模式豐富、避障靈敏這些提升都是你們在視頻裡面能夠直接看到的。那麼問題來了，它憑什麼提升？升級點到底升在哪些硬件上？所以這一期我們不講玄學，直接上螺絲刀，把機器人本體做一次徹底拆解，重點盯3件事：滾筒拖地這套執行機構怎麼做？傳感與避障相關的硬件布局有沒有變？關鍵的部件用料和結構有沒有真的升級？徹位了解，拆位真相。我們馬上開始拆解。還有就是基站部分，這一期我們就不拆解了，因為上一代同平台的基站閉環我們已經拆過，也驗證過，它本來就是這套產品的強项。這一代提升更多是安裝方式更靈活，適配更多家庭。成盒裡面有髒污，很正常啊，這是我們試用過的。取下机器人的前帐板，前帐板压條也取下來，卸下機器人的底殼。取掉機器人的電池包，取出機器人的另外一半底殼，拆掉機器人的完整上蓋，上下殼體部分就全部拆完了。按鍵控制板，取出機器人的激光雷達組件，斷開 WiFi 天線，斷開機器人2個輪子的排線，取下2個輪子的微動開關。機器人的2個輪子啊，主電機的罩子，斷開排線，取出主電機，斷開排線，拿出充電觸點，主板與副板的連接線上面有一個霍爾開關。副板的供電線纜，滾刷電機連接線纜上面有一個屏蔽磁環，螺絲卸掉就可以斷開水箱與主機的連接部分。打開水箱的上蓋，斷開滾刷的沿邊電機和沿邊到位檢測開關，斷開清水電機排線、滾刷升降電機和升降位置檢測開關的排線，拿出機器人的副板。這個洗地機器人，清水從這一邊濕潤到滾刷，由這個電機抽走滾刷上面一部分污水，也就是說這一半是污水箱。這個洗地機器人邊洗滾刷邊洗地的這個功能啊，就是這樣實現的。這個滾刷結構我也取下來了，一個橫向推拉桿，還有一個伸縮彈簧。2個電機，一個用來抬升滾刷，一個用來伸縮滾刷，內部都是用鋼繩來拉動的。還有2個檢測開關，一個是滾刷的橫向到位檢測，一個是滾刷的上下到位檢測。
滾刷內部灌滿了白膠，避免這個滾刷電機進水哦。剩下的就是污水箱和清水箱的總成了。這就是水箱及輪組部分的拆解。右碰撞開關，左邊碰撞感應開關，吸塵滾刷觸碰開關。這個是前左右紅外及線激光傳感器的一個總成。右邊地面檢測2個傳感器。拿出機器人的配重鐵塊。左邊地面檢測2個傳感器。人機交互用的揚聲器1個。側邊 TOF 傳感器以及邊刷檢測微動開關。邊刷擺臂電機。左右2個碰撞感應臂，感應開關直接集成在主板上。對地超聲波傳感器1個。這個是阿基米德滾刷的滾刷倉，這是中掃電機帶動阿基米德滾刷的。對應的這一個是滾刷的升降電機。斷開2個對應的排線，拿出機器人的主板，取出洗滌機的邊刷，這個就是洗滌機的殼體總成了啊，已經把它全部拆空了。這個模仿掃地機器人已經拆完了，接下來我們把鏡頭從拆解切到更關鍵的，它為什麼能帶來試用裡看到的那些提升。先看主板和副板的電路分工，主板和有望 T300 掃地機器人是同平台延續使用，這不是沒有升級啊，而是平台成熟，穩定性先保住。想看主板細節的老鐵們，直接去我主頁看有望 T300 拆解那一期，那邊講的更完整。所以這一章我們只盯改變的地方，副板電路。它是負責滾筒這道執行機構的驅動控制，還把機器人後置的 IR 回艙傳感器也集成在這塊板上，這就是大腦沿用升級的肌肉和神經都集成在這裡。先看控制核心，副板上面這顆 MCU 還是用的北京兆訊恆大科技的 MH2030A， 負責整塊副板的動作編排與主板的通訊協同。再看功率開關，滾刷的開關控制用到南京江志科技的 MOS 管。MCU 給控制信號 ，MOS 做電源開斷，把執行端的上電、斷電做得乾脆，減少待機漏耗，也便於故障維護。電機驅動部分，副板上面有3顆電機驅動芯片，來自深圳的裕泰半導體，分別驅動這台電機最關鍵的3個動作執行：滾刷的升降電機、滾刷橫向伸縮電機，以及這一個清水電機。這裡邏輯就很清楚了，從傳統的雙盤拖布換到滾刷，動作更多，控制更細，所以驅動鏈路必須升級。副板的變化就是升級的硬證據。污水控制側單獨用了一顆西安托爾威的 TMI 8837S 來驅動這顆污水電機，污水和清水分路控制更獨立，互相不拖後腿，也更利於做電機的保護策略。這就是這一代從圓盤到滾刷之後新增的動作與傳感的真正承載點，升級寫在執行端和驅動鏈路裡，而不是寫在宣傳頁上。這一章我們不講細枝末節，直接把魔方相較於上一代 T300的升級點，按照為什麼會變好用盤點一下。第一就是整機結構從一體式思路升級成更明確的分體式架構，邏輯部分和動力滾筒執行端分開設計，最後再組合在一起。這樣的好處很直觀，控制鏈路更清晰，執行機構也更獨立，後續不管是維護還是迭代，都更像一套成熟平台的工程化方案。第二，滾筒路線的真正落地的關鍵是水箱的結構變了，很多洗地機器人的水箱就是一個清水箱，只負責給拖布供水，但拖地的過程中髒東西去哪裡就不知道了。魔方這一代不但是單純的清水箱，而是把污水箱也做了進來，這個變化很重要，因為它把宣傳裡面那句邊洗滾刷邊洗地從口號變成了結構，清水負責參與清潔，污水箱負責回收髒污，清污分開才不會越拖越髒。這也是你們能夠直觀看到滾筒清潔觀感提升的核心原因之一啊。
第三就是避障靈敏度的提升，不單純是堆傳感器的數量啊，拆開後大家會發現傳感器的個數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但實測裡避障更敏感，反應更乾脆。比如小的一次性紙杯，它能夠識別並繞開。這裡的關鍵在於工程師對算法做了更新，說明這一代的升級不只是換硬件，而是軟件和硬件一起在迭代，最終的體感才會更明顯。還有就是基站的功能主線沒有變，但安裝方式的增加屬於把門檻降下來的升級，閉環能力延續，強項繼續保留，增加安裝方式。這也從另外一方面說明了官方考慮到不同家庭的上下水條件和擺放空間，讓更多的人能夠直接用而少折騰。兄弟們，這台有望魔方掃地機器人從試用到拆解走完，它這一代不是把參數寫得更漂亮，而是把拖地的執行端真正的換代了。試用篇裡最直觀的提升就是滾筒清潔效果明顯優於傳統的圓盤拖布，對黏污、乾潔污漬這類場景觀感更像把髒直接帶走，而不是把髒抹勻。清潔力和模式更加的豐富，效果肉眼是能夠看到的進步啊！日常使用更加的順。這一期拆解篇把為什麼會有提升也講清楚了。主板沿用了 T300的成熟平台，把穩定性先保住。升級點在副板和執行鏈路，滾筒相關的驅動控制、清水、污水電機，再加上回倉用的後置的 IR 也集成在這個板上。這些改動說明這一代的資源重點壓在滾筒路線如何跑得更穩、更乾淨上，再結合水箱從單純的清水擴展出污水的回收，把邊洗滾筒邊洗地的宣傳落到結構上，而不是一句口號。最後一句話，我們來總結一下：這台有望魔方掃地機器人是在延續穩定成熟平台的基礎上，把拖地執行端、驅動鏈路和清水污水閉環補齊的新一代掃地機器人。因為試用看得到提升，拆解也能找到證據。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測拆，客觀輸出。我是靈活車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